因为在群里打错一个英文单词，总裁老公的秘书当即嘲讽我的硕士生文凭是假的，还阴阳怪气我是靠关系进来的。我刚想解释是衣服口袋误触导致，结果老公就将我踢出了群聊。转头秘书发了一条朋友圈，好好笑，我们一起喝 coffee， 配图是我打错的聊天记录，连我头像都没打码。我顿时感到脸上火辣辣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你的教养比我的英文水平都烂。结果老公当着全公司员工的面对我一顿呵斥，还让我给秘书道歉。秘书语气渲然，一脸无辜地开口说道：“盛年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是知名上市公司，这种用假文凭混进来的员工，我现在就安排人事辞退他。可不巧，我的文凭千真万确，而他看上的总裁却是假的。”我刚回完秦可媛的朋友圈，走进办公室，一声声莫名其妙的呵斥从耳边炸开。方新宇，可媛是我特招的秘书，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说她？可媛不过是年轻了点，贪玩了点，你作为老员工，更应该包容她。况且这件事本来就是你文化水平有限导致的，可媛有什么错？你现在过来给她道歉。我听着这些指责，一时顿在了原地。面前是我结婚了7年的老公，虽然只有初中文凭，可因为爱他，我自愿隐瞒身份，做他身后的智囊团，捧他做了我家公司的总裁。现在他竟然为了一个秘书这样说我。秦可媛此刻就一脸得意地站在宁盛年的身旁，一如既往的温婉模样。我见犹怜。心雨姐，她柔柔地开口：“我只是觉得你太有趣了，才忍不住发个朋友圈的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意思。”我似笑非笑地看着她：“那你是哪种意思？”她愣了一下，随后撩了撩头发。我这才发现她手上戴着的全球限量1对的钻戒，那枚戒指明明前几天还躺在宁盛年的抽屉里。我本以为是宁盛年打算在7周年纪念日里送给我的，我心猛地一沉。宁盛年是几个意思？秦可媛扑哧一笑：“心雨姐，你怎么能把自己想得那么廉价呢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打错一个英文，解释一下自己的水平就行了，不需要这样发脾气的。虽然你是走后门进来的，但也不能这么不把公司形象当一回事吧？”这时，公司里的其他同事也开始窃窃私语，特别是我的同组竞争对手，更是尖着声音笑道：“我早就说方新宇他没实力呀，原来还真是空降兵呢！平时还说自己是硕士生装清高呢，笑死人了！人家可原指不定就是总裁夫人呢，所以什么都知道。别的同事也你一嘴我一嘴的，谁不知道宁总爱老婆如命啊？连宁总的老婆都敢呛，看来是不想干了。总裁夫人，我从来不信巧合。要不是宁盛年在公司里对秦可媛特别关爱，他们是不会这么说的。”我瞥了一眼宁盛年：“宁总，这也是你的意思？”宁盛年他敢吗？他只敢在员工面前摆摆架子，可到底是我家的赘婿，自然不敢太过分。他摆了摆手，朝着众人怒斥一声，随后让我进了他的办公室。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宁盛年2人。我坐在椅子上看向他：“宁盛年，到底是谁走了公司的后门？你清楚不过。”宁盛年俯下身来，抱住我：“好了好了，我毕竟是公司总裁，可原是个刚毕业的年轻人，好面子，我总得顾及一下他。你就当给我个台阶下，给他道个歉就好了。”我看着他这副理所当然的样子，一股无名火直冲脑门。那群不过是公司员工群，也没有任何合作伙伴在里面。我就算是打错了又怎样？到底是谁要把事情搞得莫名其妙？这时，秦可媛推门走了进来：“
宁盛年下意识地推开了我，秦可元却猛地往我身上撞了撞，拉着我衣服，一脸委屈：“心雨姐，我今天不过是说了事实而已，你为什么要辱骂我？你骂我可以，为什么要连盛年哥也骂？我骂他？什么时候？”秦可元说着，拿出自己的手机，指着我和他的聊天记录，哭着说：“盛年哥，你看，心雨姐说我勾引你，还说我们是奸夫淫妇，可我没有啊，我确实喜欢你，但我知道你是有老婆的，我从来都不敢想。”我皱了皱眉，这是10分钟以内的聊天记录，可我根本没用手机。这时我的口袋震动了一下，我摸了摸我的手机，什么时候在我口袋里的？我掏出一看，那些信息还真是我发的。宁盛年一把夺过我的手机，细细地看了好几遍，随后猛地揪住我的手腕：“心雨，没想到刚才我和你说的话，你是一个字都没听进去啊！”宁盛年，我用力挣脱，死死盯着他：“我的话，你不是也没听进去吗？你刚才哪只眼睛看到我用手机了？”我忍不住颤抖起来，连说话都带着哭腔：“他一句话你就信了，对吗？”他闻言马上松开了我的手，又慌慌张张地理了理自己的袖子：“我不过是怕你被外面的同事背后说闲话而已。”秦可元语气渲然，一脸无辜地开口说道：“盛年哥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是知名上市公司，这种用假文凭混进来的员工，我现在就安排人事辞退他。”宁盛年顿了顿，随后拿过秦可元的手机，将那些记录都删掉。“可元，这件事不许到处乱说。心雨是我们公司的老员工，公司不能没有他，你就不要计较了。”他这话的意思，不就是不信我吗？秦可元一脸不可置信，可还是擦了擦眼泪，一脸大度地对我说：“这次盛年哥替你求情，我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。你知道的，盛年哥平时都很忙，没时间处理这些小事，你也不要再烦着他了。”我气得直接坐下，双手抱胸看向宁盛年：“辞退他？什么？”秦可元指着我，指尖发抖：“你不过是一个业务经理，你有什么资格让盛年哥辞退我？”我上下看了他一眼，低胸紧身衬衫，齐逼超短裙，黑丝，这种秘书我去巷子里找都一大堆。他顿时气红了眼。我也没再给宁盛年说不的机会，给你3天时间考虑，处理不了，别来找我。离开公司后，我请了半天假回家平复情绪，一想到秦可元手里那枚戒指，我就有些透不过气来。我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于是开始翻找宁盛年的抽屉，可当我打开那盒子时，我还是失望了，盒子里就剩下男款的那一枚。什么意思？不言而喻了。我再接着翻起了宁盛年柜子里的东西，以往我从来都不会去看的东西。翻着翻着，一个粉色盒子映入眼帘，我颤抖着手打开，里面竟然是一叠厚厚的信纸，520页，每一页都写满了肉麻的情话。我才发现，宁盛年和秦可元有多么的相爱，对我又是有多么的嫌恶。信里，宁盛年说：“我满脑子都是你这只小兔子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碰一下家里那位老女人的。她身材没你辣，样子没你年轻，我最爱的还是你。”这时手机响了，是宁盛年打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接通了电话：“心雨，我想好了，可元刚毕业，很需要这个机会，这件事我帮你处理好了。你也不用给他道歉了。”宁盛年，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，语气冰冷地打断他：“我们离婚吧。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然后传来宁盛年不屑的冷笑：“离婚？你就为了可元一条朋友圈就要离婚？”我放下手里的告白信，就是突然觉得你配不上我。再次挂断宁盛年的电话，
我开始收拾他的东西，收着收着，我竟然发现几套性感内衣，尺码一看就不是我的。我直接把它们一股脑塞进垃圾袋，准备扔出去。刚打开门，就撞见了一脸柔情的秦可媛。心雨姐，你怎么在盛年哥的家里？我一把将垃圾往外扔去，别装了吧！你既然都被宁盛年带回家几次了，看到我们的结婚照，会不知道？他突然就低下头笑了起来。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了，我就是喜欢盛年哥，他也早就不爱你了。说起来，是你拆散了我们两个。我劝你，还是早点放弃豪门太太的美梦吧。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笑声里充满了讽刺。那你问问宁盛年，会不会舍得放弃我？秦可媛皱了皱眉，盛年哥将我带回来，睡在你们的婚床上，意思还不明显吗？他瞥了一眼我手边的行李，轻蔑地说：“也是，自己搬出去，好过等会盛年哥将你撵出去。盛年哥是总裁，而你不过是个拿着假硕士生文凭的花瓶。如果我是你，我早就走了。走，我为什么要走？该走的是你们这对狗男女。”我指着门口，怒吼道：“现在，立刻！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！”秦可媛被我吓得微微一颤，随即红了眼眶，往后摔倒在地上，泫然欲泣。心雨姐，你别这样，盛年哥他真的很爱你的。我还没来得及消化他这变脸的速度，宁盛年的声音就从门外传了进来：“方心雨！”他几乎是冲进来的，一把将秦可媛护在身后。我们之间的事，你冲可媛发什么疯？我笑了，语气里带点酸涩。他都承认了自己是小三了，我一个原配，为什么不能发脾气？宁盛年抬指疲惫地捏了捏眉心，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而是拉起我的胳膊：“别闹了，心雨，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了，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就离婚。”秦可媛闻言，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，却依旧一副柔弱无助的样子，轻轻拉开宁盛年的手：“盛年哥，心雨姐可能就是气过头了，才会打我，我不怪她。”宁盛年脸色一沉，可还是忍住了，没敢责备我。秦可媛一脸期待落空的样子，很可笑。我不想再与这两人周旋，踢了踢脚边的行李。一个假的总裁，怎么敢嚣张？我故意把假字咬得特别重。你，宁盛年听闻，眼神慌张，像是才意识到自己的一切都是靠我才有的。他语气突然软了下来：“心雨，我这不是气话吗？这么多年来，哪一次吵架不是我先哄你的？这次你也该懂事点了，本来就没多大事，你至于吗？”说着还伸手提起我脚边的行李箱，推着我进门。我呵了一声，一把将他推开，将行李里的520页告白信狠狠地扔了出去。你管出轨叫做没多大事，既然你们真心相爱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你搞清楚，现在是我要和你离婚，不是你施舍我。什么总裁，看我怎么将你一夜打回原形。第4章，宁盛年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眼神变得比刚才幽暗了一些，可还是全然不接我的话茬。心雨，你忘了吗？今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，我早就约好了今晚的晚餐，就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那家餐厅。原来他还记得，见我没说话，宁盛年以为我同意了，他蹲下来一点一点地收拾地上的纸张，将它们揉成了一团又一团，只是手背青筋暴起，看起来十分不舍的。他一边收拾，一边说：“这些不过是闹着玩写下的，我别无二心。”一旁的秦可媛脚步一顿，一下子咬紧了唇。我懒得再看他们一眼，猛地将那几个行李箱都推了出去。“快滚！我嫌你们脏了的。”宁盛年眼眶一下子红了。7年了，我第一次见他这样，心像被狠狠揪了一下。
他低着头，声音哽咽：“心雨，我就想和你好好过个纪念日，不然你说什么我都不会答应的。吃一顿饭，换一身自由。算了，最后一次结婚纪念日，就当是给这荒唐的婚姻一个结局吧。今晚7点，速战速决。”我冷冷地扔下这句话，转身落锁，看着空荡了不少的别墅，我也没什么心情，转身先到了约定好的商场购物。一到商场，我就习惯性地走进自家开的奢侈品店，还没走近，柜姐讨好的声音传来：“宁太太，这包真配您。”宁太太，我探头一看，竟然是秦可媛。只见她此刻正拿着包比划，一脸惋惜，可惜老公没来，不然让她拿主意。柜姐一脸羡慕：“要是宁总在，肯定都给您买了。”宁总，宁盛年，算了，过了今天，他也不会再是什么宁总。我轻叹一声，径直走到包柜上，拿起最新的限量版看了看。那柜姐赶紧就冲了过来，夺走我手里的包。“小姐，这个包宁太太看上了，你看别的吧。虽然这家店是我爸开着玩玩的，但我每年都会光顾，年消费就超过500万。只不过几个月没来，换了几个新的柜姐，就不认得我了。”我抬眼问道：“他给钱了？”柜姐看向秦可媛，一时语塞。秦可媛发现是我，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：“你喜欢就让给你了，不过你花盛年哥那么多钱，他知道吗？不像我，都有自己的专属副卡。”我将包放回包柜上，一脸笑意盯着他：“让你的东西我还真看不上。另外，我刷卡从来都不需要问任何人，这一点确实不像你那么可怜。你……”秦可媛气得满脸通红，立刻朝着柜姐喊道：“那个包我要了，赶紧给我包起来！”柜姐一脸兴奋，尖着声音说道：“好的，宁太太，这就为您包上。”说完，秦可媛一脸得意，扬起下巴看向我。我摇了摇头，给店长打去电话：“我的会员，帮我注销了吧，我以后都不会来你们这买包了。”电话那头的店长顿时慌了，他不仅知道我是老板千金，还知道我是全年消费最高的金主。他不明所以，慌慌张张的就说要赶回来。真的，宁太太，我不稀罕做，可是我也容不下秦可媛这假的冒充我。秦可媛一脸鄙夷的看向我：“心雨姐，你好爱装啊，还会员？你知道这家店会员的门槛是什么吗？一年最少得消费500万。盛年哥都说了，你不过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家庭主妇。我劝你还是在家好好做个废物金丝雀，别再出来丢了盛年哥的脸了。”我实在是不知道宁盛年会这么的厚脸皮，花我的钱，还把我这个硕士海归说得一无是处。柜姐拿着那限量版经过我的时候，还特意撞了一下我的肩膀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有些人啊，总想着攀高枝变凤凰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。”他故意提高音量，吸引了店里其他顾客的目光，又补了一句：“宁太太脾气真好，要是我呀，早就一巴掌扇过去了。”店门外的顾客也纷纷驻足，窃窃私语：“不会吧，原配买包碰上小三了？这小三脸皮真厚，还好意思花人家的钱买限量版。”秦可媛抱着双臂，幸灾乐祸地低声说道：“心雨姐，我早就劝过你了，是你自己非要来丢人现眼。这宁太太，还是让我替你当吧，这样对公司形象都好。”我看着柜姐越来越难看的脸色，冷笑一声，优雅地坐在沙发上，翘起二郎腿，静待好戏上演。秦可媛还不明所以，以为我吃了瘪，兴致勃勃地去试背其他包包。片刻后，柜姐一脸尴尬地走到秦可媛面前，低声问道：“宁太太，您的卡是不是额度不够了？”秦可媛先是一愣，随即嗤笑道：“
怎么可能？你会不会刷呀？那柜姐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都刷了好几次了，这张卡好像被冻结了。”秦可元脸色大变，难以置信地拿起手机拨打宁盛年的电话。可他怎么可能打得通？毕竟现在宁盛年一直在跟我打着电话呢。秦可元说的话，他一字不落都听进去了。就在这时，宁盛年匆匆赶到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拉起我的手问道：“老婆，你为什么要停掉我的卡？”听到宁盛年喊我的这一声“老婆”，柜姐的手明显抖了一下，递卡的动作也僵在了半空中。我看了一眼柜姐，扬起手就扇了宁盛年一巴掌，语气冰冷：“为什么？你的小三拿着我给你的卡，在外面刷我的钱呢？我为什么不能停掉？他在外冒充宁太太，都是你允许的吧？这张卡还是我给宁盛年的。”只是没想到他转头就给了秦可元。以前我也曾留意过这些大额支出，可出于对他的信任，并没有认真去查。我原本以为他还留有一丝对我的感情，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所谓的7周年结婚纪念日，不过是他最后的挣扎罢了。宁盛年环顾四周，注意到围观的人群，恼羞成怒地呵斥道：“心雨，我把家里的财务大权交给你，不是让你这样胡闹的。”说完还偷偷给我使了个眼色，分明是想让我给他个台阶下。可是丢脸的是他，又不是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财务大权？我嗤笑了一声：“宁盛年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是什么话？由始至终，公司最大的股东是我爸，董事长也是我爸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”我知道了，挂名的花瓶总裁。宁盛年涨红了脸，嗫嚅道：“心雨，差不多得了。”这时，外面看热闹的人都笑了起来。这反转也太爽了吧！我还以为是什么霸总的故事，原来不过是个赘婿。我再看一眼那脸色惨白、摇摇欲坠的秦可元，怎么，刚才不是很嚣张的吗？宁太太，柜姐立刻反应过来，满脸堆笑地跑到我身边：“宁太太，刚刚是我有眼无珠，这个包还是您背着好看。”我嫌恶地后退了半步：“不要了，脏了。”这时店长匆匆赶回，一看到我急忙就说道：“方小姐，您怎么就要注销会员了呢？”我冷着脸指了指一旁的柜姐：“你们店的员工说我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呢，他连假的宁太太都分不出来，我还怎么信得过你们？卖的是真包还是假包？回头我一定让我爸好好查查，店里有没有人换假包去卖。”店长脸色大变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柜姐劈头盖脸一顿骂：“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这位方小姐可是方老板的千金。”随后又转向我，满脸堆笑：“方小姐，您消消气，都是这新来的不懂事，我这就开除他。”说着，他一把扯下柜姐的胸牌：“我早就觉得你不专业，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。”柜姐顿时被吓得脸青唇白，她指着秦可元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都是他，装什么富太太？是他骗了我！”秦可元像是才反应过来，拼命摇头：“我没有骗你，我从来都没说自己是宁太太，是你自己误会我是，关我什么事？”我晃了晃手里的手机，看向宁盛年，他说他没装，你听到了吗？宁盛年皱着眉，神色复杂地看向秦可元：“可元，你不过是我的秘书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”秦可元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，却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店长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着还在发愣的柜姐：“等会我让财务给你结清工资，反正还没过试用期，赶紧滚！”我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抬脚就想走。宁盛年一把拉住了我：“心雨，我们一起7年了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你要是不喜欢可元做我的秘书，那我就让他走好了。
不用了，我冷笑，因为你也要一起滚。离开商场后，我立刻给我爸打了个电话，简单的把宁盛年和秦可元的丑事汇报了一遍。我爸在电话那头气得不行，挂了电话不到10分钟，他就联系好了律师，说要追回宁盛年婚内出轨赠与秦可元的一切财产。速度之快，让我怀疑他是不是早就准备好了。当天晚上，宁盛年被辞职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公司。第二天，我以代理总裁的身份来到公司，好巧不巧，在公司门口就撞见了宁盛年和秦可元这对落难鸳鸯。宁盛年依旧摆着那副总裁的架子，指着拦他的前台小姐，颐指气使地吼道：“你还想不想干了？连我都拦！”他身后的秦可元更是嚣张，尖酸刻薄地嚷嚷：“一个小小的前台也敢拦总裁？信不信总裁一句话就让你卷铺盖走人？”前台小姐一脸为难：“宁先生，昨晚公司已经下发通知，您不再担任总裁一职了。”我从后面走上前，语气冰冷：“不用跟他们废话，再闹事直接报警。”宁盛年一看见我，立刻换了副嘴脸，一把拉住我的胳膊，装出一副深情款款的样子：“心雨，你真的要这么狠心吗？我们7年感情，你就这么一笔勾销了？榆木集团能有今天，我可是功不可没呀！”我厌恶地甩开他的手，像甩掉什么脏东西似的。宁盛年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初中都没毕业，哪来的脸说这种话？还辉煌？你知不知道我爸在你身后安排了多少智囊团，每天给你擦屁股？当初要不是我瞎了眼报了你的健身班，认识了你这个草包，你能有今天？原本还跟着秦可元嘲笑的同事，都躲在了角落里瑟瑟发抖，其他的同事都忍不住窃笑起来。原来他才是关系户，我就说嘛，啥都不懂，原来只是个健身教练，软饭男。现在好了，被扫地出门了吧？活该，他们的嘲讽没错。一个初中毕业的健身教练，能遇上我这个硕士毕业的海归大小姐，真的是上辈子积的福。这么千万分之一的幸运概率砸到他的头上，是他不珍惜。宁盛年恼羞成怒，脸色涨红，梗着脖子喊道：“方心雨，你别忘了，当年你在健身房差点被人强奸，要不是我及时赶到，你还能站在这里这么嚣张吗？或者说，根本就不是强奸，而是你玩得花。我都还没质疑你这些年有没有背着我乱玩，你倒是先装出一副受害者形象来了。”他这话一出，周围顿时炸了锅。当年，我的确是在他工作的健身房遇到了色狼，也的确是他救了我，我感激他，所以在他追求我时，很快就答应了。可是这7年，我为他付出的一切，早就抵消了这份恩情。现在，我不欠他任何东西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了讥讽。宁盛年，我没想到，如今闹成这样，不仅不反省自己，用以前的事情威胁我，还造我黄谣。我吃我的，用我的，还花我的钱养小三，这些我还没跟你算呢。秦可元猛地摇头：“你说什么？这公司、别墅、跑车，明明都是盛年哥自己挣钱买的，什么时候就是你的呀？”我真的要被他的愚蠢气笑了。秦可元，到现在了，你还在做什么美梦啊？你的盛年哥都要被我扫地出门了，你还信他的话呀？秦可元浑身颤抖，不可置信地看向宁盛年。宁盛年先是躲过他的眼神，最后破口大骂：“可元，你够了！你还嫌事情不够乱是吗？”秦可元踉踉跄跄地松开了扶着他的手，嘴里喃喃道：“我不信，你说要给我过好日子的。”我看着他们狼狈的样子，心里没有一丝快感，只有无尽的厌恶。
我拿着一枚公司的监控 USB， 对秦可元说：“那天我的手机明明就放在位置上，你偷偷拿我手机，给你自己发信息，污蔑我骂你，这是要不要我放出来给大家看？”宁盛年一脸不可置信地看向秦可元，秦可元脸色苍白，猛地摇头。就算他没说出来，他心里也是那么想的。我转身走进公司，身后传来同事们的议论声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就说他们关系不对劲。我刚开始还以为她是总裁夫人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不就是白眼狼吗？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忙着处理公司的事务，根本没时间搭理宁盛年和秦可元。宁盛年倒是每天都来公司门口堵我，各种纠缠，各种求复合。我被他烦得不行，直接让保安把他轰走。他竟然还敢跑到我爸面前哭诉，说我忘恩负义，说我抛弃糟糠之夫。我爸以前只不过是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才会对他好点，现在根本就不想见到他，直接放话：你要是再敢来骚扰我女儿，我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宁盛年这才消停了几天，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更大的麻烦还在后面。一天晚上，我下班回家，刚走到家门口，就被人从后面捂住了嘴，拖进了路边的面包车里。我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车里坐着2个蒙面男人，其中一个男人拿出刀子抵在我的脖子上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方新宇，识相的就乖乖听话，不然……”我吓得浑身颤抖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。就在我绝望的时候，车门突然被人打开了，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车门口。我看不清他的脸，只听到他冷冷地说：“放开他！”这声音不就是宁盛年？这要巧，2个蒙面男人愣了一下，其中一个男人说道：“你是谁？少管闲事！”宁盛年没有说话，直接冲上来。作为曾经的健身教练，他身手矫健，几下就把那2个蒙面人撂倒了。我还没从惊吓中缓过神来，他就一把捞起我，语气关切：“新宇，你没事吧？”我本能地将他推开，厌恶之情溢于言表。他也不恼，反而露出一丝轻松的笑意：“没事就好，我刚好路过，没想到会是你。这是我第2次救你了，以后没有我，你自己要小心。”他顿了顿，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对了，晚上出门记得带防狼喷雾。”这番话，这语气，这关切的神情，都和7年前他第1次英雄救美后如出一辙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一种诡异的念头油然而生：这也太巧了吧！2次都是他。我木讷地点了点头，逃也似的离开了现场，心跳得厉害，脑子里像一团乱麻，各种猜测和怀疑交织在一起。回到家，我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疑惑，立刻联系了私家侦探，帮我查余银路21号哈比健身馆7年前的监控录像，多少钱我都愿意给。几天后，私家侦探把一个 U 盘交到我手上，并神秘兮兮地说：“方小姐，7年前的监控很难找，画质也不太清晰，不过你想看的应该都有。”我迫不及待地将 U 盘插入电脑，调出7年前的监控录像。视频里，一个猥琐的男人对我动手动脚。事发时，健身馆已闭馆，前台只有1人。我被困在健身室里，无法求救。这时，画面一转，健身室外的走廊里出现了宁盛年的身影。只见他停顿在健身室门外听了听，随后嘴角扬起笑意，毫不犹豫转身就走。所以，他根本就没想救我。那为什么？我接着往下看，画面切换到前台，隐隐约约地听见宁盛年问前台：“你怎么还不下班？”前台指了指我放在前面的高 V 包包，那个很有钱的方小姐，她还没走。
宁盛年盯着我的 LV 包包，想了想，随后转身回到健身室里，叫停了猥琐男人对我的侵犯。从那天开始，他就对我嘘寒问暖，猛烈追求。原来呀，一开始看上的就是我的钱而已。既然宁盛年是一个目的性这么强的人，今晚的事情应该也和他脱不了干系。给私家侦探转去钱后，我再次吩咐道：“帮我查下宁盛年这个人，这几天都跟哪些人有联系？还有，查查他上周五前后有没有什么大额支出。另外，再帮我想办法拿到 EB0562 车牌的信息。我刚刚给你转了5万，包括了这次任务的定金，全查到了。我继续付你尾款。这期间，律师给我打过几次电话，询问我和宁盛年之间还有什么未解决的问题。我也着手查了一下宁盛年担任总裁期间的所有报销，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心头火气。我才发现他的报销单里有许多奢侈品消费，爱马仕的包包、卡地亚的项链、香奈儿的套装，看得我眼花缭乱。不用想都知道是给秦可媛买礼物的。看着看着，我的手指僵在了鼠标上面，在宁盛年的办公电脑里，竟然还存放着他和秦可媛的亲密床照。他怎么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把这些照片存放在公司电脑里？他到底是多自信，觉得我不会查，还是说他根本就不在乎我的感受？一股怒火从我的心底熊熊燃烧起来，我颤抖着双手，将这些照片统统打包发给了律师。麻烦律师，我的声音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，让他净身出户。另外，拿回婚内他赠予给秦可媛的一切，我要让他1毛钱都拿不到。电话那头，律师语气坚定：“方小姐放心，有了您这些证据，问题不大。”挂断电话后，我瘫软在椅子上，浑身无力。我以为我足够坚强，可以冷静地处理这一切，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。7年，我付出了7年的青春和感情，到头来却换来这样的背叛和羞辱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像着了魔一样，疯狂地收集宁盛年和秦可媛的出轨证据和犯罪证据。几天后，一个女孩联系了我，她就是在秦可媛之前宁盛年的秘书夏青。夏青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宁盛年被辞退了，然后给我发了封邮件，说宁盛年利用职务之便，挪用公司公款投资失败，导致公司损失惨重。而为了掩盖这个事实，他伪造了财务报表，但报表上用的就是夏青的签名。宁盛年把责任推卸给了他，他才被迫辞了职。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让我震惊不已。我没想到宁盛年竟然如此胆大妄为，为了自己的私利，不惜牺牲公司的利益，甚至陷害无辜的员工。看着手里宁盛年的犯罪证据，我知道他这次牢狱之灾在劫难逃，压抑许久的轻松感涌上心头。我决定犒劳一下疲惫的自己，去做个美容。走进熟悉的美容院，经理一脸惊喜：“方小姐，好久不见。”“是啊，之前为了照顾宁盛年的1日3餐，我几乎都忘了好好保养自己，给我做套护肤吧。”我说道。最近脸很干。进入 VIP 房，我彻底放松下来，不知不觉竟睡着了。突然，脸上一阵冰凉，让我惊醒，眼前一片漆黑。我猛地坐起身，却被按住肩膀：“小姐别动，这是这次护肤的第一步，先做一个全脸面膜。”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。另一个人应了一声。我虽然疑惑，但也没多想，便躺了回去。这时貌似是经理走了进来：“那个，小玲，你先去一下前台，帮忙招待一下顾小姐，这里先留一个人就行。方小姐你看行吗？这有个同事突然闹肚子，
我点点头表示同意，毕竟谁都有个突发情况。房间里安静下来，护肤师突然往我脖子上涂抹了一种液体，一阵火辣辣的刺痛感让我忍不住惊呼：“我做的是脸部护肤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”护肤师的声音有些紧张，但听得出是故意加起了声音说的：“这是赠送的，针对您皮肤暗沉的，有点刺痛感是正常的，说明产品有效。”我将信将疑，再次躺下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又往我脸上的面膜上滴了几滴液体，这次的疼痛比刚才更加剧烈，我再也无法忍受，一把掀开面膜，却发现眼睛刺痛得睁不开，只能厉声质问：“你到底在干什么？”我的喊叫声惊动了经理，他连忙跑进来：“方小姐，怎么了？”看到我的样子，经理发出一声尖叫：“秦可媛，你给方小姐的脸做了什么呀？”秦可媛，竟然是她！经理急忙用冰袋冷敷我的眼睛，缓解了灼烧感后，我才看清眼前的一切。秦可媛一脸不屑：“她皮肤不好，多用点怎么了？”经理拿起那瓶少了大半的液体，脸色骤变：“过量的烟酰胺和水杨酸。你想毁了方小姐的脸吗？”我对着镜子，两颊红肿，几近破皮，想起今天和宁盛年约好签离婚协议，他应该就在门口。本来想晾他一下，现在我一把拽住秦可媛就往外走。他挣扎着喊：“你干什么？”走到门口，宁盛年小跑过来：“心雨，我说了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，我只爱你一个。”当看到我身后的秦可媛后，他的笑容僵住了。“你怎么在这？”我指着自己的脸。他想毁掉我的脸呢。宁盛年，这不会也是你安排好的吧？宁盛年突然就抬起手，狠狠地将秦可媛扇倒在地上，还不停地用脚踹她。“秦可媛，你怎么那么狠毒？你为什么要害心雨？就算心雨毁容了，我也不会选你的。你死心吧！”秦可媛捂着脸，难以置信地哭喊：“怎么会？你怎么会不选我？”这时，我等了许久的私家侦探终于回我了。他给我发的信息里显示，我被绑架上面包车那天之前，宁盛年曾给2个人分别转账了2万元，而其中一个人正是1B0562车牌的车主。所有的巧合串联在一起，真相昭然若揭。宁盛年自导自演这出戏，不过是为了再次得到我的心软罢了。我转向宁盛年说道：“现在轮不到你不同意离婚了。”离开商场后，我马上报了警。警察看过我手里的证据之后，脸色铁青，怒斥道：“他这属于买凶故意伤人，性质恶劣。”我随后又将公司查到的宁盛年非法报销的证据，以及夏青提供的挪用公款的证据一并提交。这些证据我早就整理好了，无不巨细。宁盛年这次插翅难逃，接下来一切都进行得异常顺利。律师通知我，秦可媛故意伤人罪名成立，由于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，只需赔偿2万块。我对此表示理解。更让我解气的是，宁盛年的罪名也成立了，婚内出轨、买凶伤人、挪用公款，数罪并罚。后面的庭审要是顺利，他就会被判处有期徒刑，并且净身出户，还得赔偿我1000万。这几天，宁盛年像条疯狗一样，不断地打电话、发信息求我原谅，甚至跑到我家门口堵我，都被我拒之门外。他越是低声下气，我越是觉得恶心。直到他被正式逮捕那天，我恰巧在法院门口遇见了他。他一脸胡茬，形容枯槁。他看到我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：“心雨，老婆，你救救我！只要你愿意撤诉，我就没事了。只要你救我，我发誓以后永远对你忠心。”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
只有无尽的嘲讽。凭什么要放过你？这时，秦可元突然出现，他像个疯子一样，扯住我的头发，尖声叫骂：方心雨，都是你害的！如果不是你，盛年哥还是总裁。你不过是失去他的一点点的爱，你为什么要搞成这样？你要的都得到了，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？我简直要被气笑了，一把甩开他的手。你不是嘲笑我硕士生文凭是假的吗？我这不过是向你证明，读过书的人到底会用什么手段捍卫自己。他的爱，我早就不稀罕了。秦可元还想上来抓我，被宁盛年一把推开。别碰他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碰他！你非不信，要不是你惹了他，让他发现了，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下场？秦可元抱住宁盛年的大腿，哭道：可是盛年哥，我真的很爱你的呀！那些告白信，你也不是说你会爱我的吗？我无心再看这场闹剧，转身就走。庭审结果在意料之内，宁盛年被判12年，只是他不甘心，要求上诉。再后来断断续续开了几次庭审，都维持了原判，未来12年，他就在牢里忏愧吧。而秦可元还没来得及变卖宁盛年送他的东西，就被法院强制查封拍卖了。她变回了那个一无所有的农村少女。不过1个月，她就转头嫁给了村里村长的傻儿子。这就是她说的爱，还是说，这本就是她这种不想努力的人该有的后果？种善得善，种恶果就只会得恶果，都是报应。